大家好，我是大伟。肠胃不好的人群非常的多，特别是人一旦到了中年以后啊，这个肠胃蠕动的能力啊就会减慢。那么之前如果有一些保养基础或者喜欢运动、喜欢散步的人啊，他的肠胃功能啊可能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你之前啊也没有什么运动啊，平常身体体质啊可能也是偏寒偏阴这种状态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可能就会出现了肠胃蠕动变慢啊、消化不良啊、打嗝、嗳气、胃胀、腹胀啊，甚至出现了一些便秘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大伟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其实每个人都能做，而且对于中老年人啊特别的好，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手腕给这个用好。手腕上面什么呢？比如我们大肠经、小肠经，对不对啊？这两条经络，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大家看好啊，这个手交叉，那你看交叉对在一起以后，我们去做一个上下的这个搓动啊，就是两个手，你看，就是我把动作做大了呀，就这样搓搓的时候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连搓带滚。你看我这个下面的这个手它是往上下动的，我手腕不动上面的这个手呢就靠近自己身侧这个手那我就要去滚动。你看这样去搓，这个搓是什么呢？就把我们的大肠经、小肠经都给它刺激了给它做个疏通。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你看这个动作，你看就平常。你要感觉吃完饭了感觉想要帮助自己消化一下嘛，你就把这个动作做一做做的时候注意一点就是说不要太用劲太用劲了以后皮肤比较嫩容易这个磨伤我们可以上点这个润肤乳在手上面，去这样做一下。那么这样滚多久呢？我们可以滚一个30下到60下左右。你感觉这个手腕感觉有点微微的发热了，有些微微的小刺痛了我们就停止再交叉。再交换过来，再来回的做做的时候记住它这个上下的概率这个是不变的然后你在做的时候，这个手加点滚动的这个动作就这样去做然后做完以后再交叉，你会发现就是比如说我这样算一轮，对吧？你2到3轮下来以后这个肠胃也就开始咕咕咕开始叫了这个方法呢是非常简单也非常方便，你就坐在这边就随便动一动就行了大伟讲的呢就是比较细，动作呢讲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么如果你学会了这个方法，也可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分享给家人每天做一做健胃健脾，让自己的这个消化肠胃变得更好一些。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分享一个有价值的养生小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肠胃不好的人群非常的多，肠胃可以说是我们健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特别难伺候。你比方说吸收过好了你怕它过胖；吸收不好了，你又是说它太瘦了这个肠胃呢，这个蠕动慢了出现这种便秘对于健康有影响。这个肠胃它这个里面受到一些刺激了以后造成了拉肚子，对健康还有影响。总之是非常难伺候。那么今天大伟教大家一个镇店手法什么叫镇店手法呢？就是这个方法技术非常好，应用广泛，而且呢对于肠胃上的问题可以说是手到就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介绍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叫什么？叫神阙穴那这个穴位它是非常独到的，为什么呢？它和咱们的这个肠子它可以说就是一个通道。神阙穴呢就是咱们的肚脐，对吧？往里面走就是咱们的肠胃。所以今天这个手法利用一些小窍门，就可以很好的刺激咱们肠胃。看一下怎么去做。首先呢，我们找到肚脐在这里呢，我拿这个纽扣代替我的肚脐，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手指就要像我一样这样这样。围绕着我们的肚脐，大家注意看，这个纽扣就是我的肚脐我围绕着它摆出这样的一个姿势。摆好了以后怎么去做呢我需要把我的手按进去，往下去按压往下去按压，大家看一下把手按压进去。那么因为是演示所以我是站着的。我们做的时候尽量是靠着让肚子变软去做靠着让肚子摸起来软软的就可以了。好，我们把手按进去，按进去以后按的紧了你比如说我里面紧了动不了了，我要做什么呢？我要做一些拉扯比如说2只手同时按进去以后，往左开始进行极限的拉扯按进去往左拉。好，左边拉完以后，你看，然后我再往右拉固定大概在2到3秒钟。右边拉完以后，看再往上往上拉拉完以后呢，再往下拉就是左右上下这样去动看左拉到极限，好，再来右
好，到极限停顿一会儿啊，然后再来上啊，停顿一会儿，再下，再停顿一会儿，再这样去拉。为什么这样做呢？啊，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我们刚刚讲啊，这个神阙穴呢，就是我们肚脐啊和我们的这个肠子啊，它是一个最直接、最近的一个通道了。那我们在给这个左右拉的时候啊，其实呢，它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就刺激到我们的肠胃啊。这种刺激呢，恰恰好，它就能给我们的肠胃啊进行一些调理啊。所以说，如果你经常感觉这个消化吸收上面有问题，肠子上面啊还感觉有些胀气啊，或者难受啊，或者有一些便秘，你不妨啊就做这个方法啊。做完以后呢，它可能啊这个立马就会有啊放屁啊，或者是通气啊这种感觉，甚至啊马上就想去上厕所了。那么这个方法呢，咱们记住顺序，左右上下啊算1次，每天做9次啊。建议是在饭后15到20分钟以后做啊。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保护一个好的肠胃。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对我视频的观看。那么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啊，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便秘的人群非常的多，便秘呢，它是一个难言之隐，你也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讲，而且呢，便秘产生的痛苦啊，只有自己知道。第一个啊，就是容易腹痛、腹胀啊；第二个，嘴巴里面有股味道，特别是中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以后啊，就特别容易上火，一上火了以后啊，它就会加剧了这种便秘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便秘啊，中度和轻度的啊，大伟给大家支个招。之前咱们拍过一期视频，但是问的人啊也比较多，咱们今天啊重新给大家讲一次。手上啊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啊非常的神奇啊，咱们只要在上面揉一揉，一般来说1分钟到1分半钟，你就会有想上厕所的感觉。怎么去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手啊卡住咱们的手腕啊，就卡住。两边啊，就是我手指的这两边，把它卡住这个手腕处，然后我们去转手腕和转我们的一个手指啊，就给它转，来回的转，两边转。卡的时候呢，这个力度啊，你不要非常的用劲，适中的力度。然后你要感觉这个力度啊能渗透到里面啊，然后我们开始转。一般正常啊，就转一个1分钟啊到1分半钟。体质敏感的人可能30秒你就有想上厕所的感觉了，就是这么快。当然，如果说你是这种很重度的这种便秘啊，那你这个方法呢，可能对于你来说不灵。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有效的啊，用起来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啊，咱们就做，然后转啊。转的时候呢，你选择的手势啊，就是说你找一个舒服的位置啊，只要转就可以了。手腕一边转啊，两个手腕一起转，就来回这样滚啊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既简单又实用，你就把它记在脑子里面。如果哪天啊上厕所上不出来了，你就试试这个方法，保证一试一个准啊。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啊，希望这个视频啊能给大家带来帮助，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让大家一起受益。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上了年纪以后呢，都会遇到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什么叫做共同性的问题呢？就是大多数人啊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最直接的，我们肠胃蠕动变慢啊，这个人年纪大了以后，肠胃蠕动减速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就会造成很多人的困扰啊，比如说便秘啊，长时间去上厕所上不出来，就是很多人会非常的难受。那么今天咱们来讲一个一招灵啊，就是道家有一个清腹的方法非常的好。用完以后呢，你很快的就能加速我们肠胃的一个蠕动啊，直往厕所跑啊。今天这个视频呢，您要如果看了以后就跟着我一起去做。但是我有个建议就是最好是在厕所旁边去做，因为很多人做完以后他第一反应就是要往厕所跑因为这个蠕动加快了很多人就有一些感觉了。那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去把我们的手指夹住，然后呢去做一个这个搓动大家看去搓动夹住我们的手指，去搓一个20下到30下，咱们也不要做多就这手指往内夹搓搓完手指以后呢，咱们开始要转手腕，双手捏住随便左手右手都可以，只要转一边就可以了双手捏住转手腕捏要捏紧这个一定要注意，捏住捏紧微微的转慢慢的转动，去转一个20下到30下把这个动作做完。
这2个动作啊，都是去加速我们肠胃的啊。这2个动作一共是3部曲嘛，前面2步你做完有感觉了就往厕所了。那如果说还没有感觉，你就把第3步做完啊。好，转就这样去转就可以了。好，转完了以后，最后一步是什么呢？啊，叫做仙人捏腹啊，就是把我们的手，你看，把这个手啊是这样夹住我们的腹部啊，往下去压，夹住，往下推啊，看。1、2、3，它有一个在捏住这个肉了以后，有一个下沉的力啊。你看，注意看啊，它不是就光捏着，不是这样光捏，它是捏住以后有一个往下推的力啊。注意看啊，1捏住，然后往下推，2、3啊，从上到下，1、2、3、4、1、2、3、4、1、2、3、4啊，我们就从上到下去做一个6到8下。那么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已经感觉有一点点的感觉了啊，不要着急啊，不要马上就停止了。这个时候你停止了以后，很可能啊就感觉突然消失啊，我们就接着做，再做到感觉比之前要更强烈一些啊，停止啊，去厕所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啊，一般人不告诉他啊，3部曲啊，一步都不能少啊。这对吧？第一个啊，第2个转手腕，左右手都可以，转1只手就可以了啊。第3个啊，3部曲，把这3个做完啊，大多数人啊就会想要去上厕所了啊。那咱们这个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因为很多词啊不方便讲，所以大家按照我的视频去做。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啊，按照我的视频去做就可以了。那么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长按视频下方的赞啊，给我一个超级赞。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一下关注，因为我每天啊会分享一个非常有帮助、能帮助到你的视频啊，点关注不吃亏。好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家家户户啊都有吹风机，但是如果你只拿吹风机用来吹头发的话，我感觉是极大的浪费它的性能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叫做会用吹风机顶个老中医啊。这个吹风机啊，如果我们能活学活用啊，就能让我们的健康啊拥有极大的便捷性啊，解决很多一些小小的问题啊。那咱们今天来教大家一个用吹风机啊去疏通我们肠道的这么一个方法。我们都知道现在中老年人啊这个肠胃上面的问题是非常的多。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小小的吹风机，加上日常的一些小小的养生的方法就能让我们的肠胃蠕动的问题得到大大的提高。而且做完以后整个人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会有一些气从我们的一些嘴巴或者我们的下面跑出来比如说打嗝，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为了方便给大家演示我把衣服给脱掉了首先呢，这个吹风机我们先拿它对着我们中间这条线来回的进行一个扫动从上慢慢吹到下然后呢再扫上来，再吹下去，来回走个8到10遍做完以后你要能感觉前面热乎乎的非常的舒服，那就对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通过我们的热气去把我们的经络给打开我们都知道很多人胃不舒服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喝热水或者呢这个拿一个热水袋放在我们的胃上面这样一放就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借着热气去让我们的身体打开。那么我们吹完以后这个毛孔也打开了，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开始拿着这个吹风机，这个手呢就开始1、2，你手一到哪，你这个吹风机就对着手吹注意这个吹它是个斜方向的吹它不是说直接这样吹，这样吹它这个热量全部吹到手上了，是不是？我们就1、2、3这个手就慢慢的顺着往下捋就可以了捋到我们的肚脐下方4、5，再去推个8到10下慢慢的去推，一点点的去推。好，推开了以后，我们怎么做呢？就开始揉腹这个吹风机就对着我们肚子吹就可以了，就要揉注意这个揉腹的时候，我们这个手要用我们的大鱼际，在到我们中间这个点的时候往下推一下1、2主要是往下推注意看我这个手的变化这个手往下推4。感觉是画个圈，但是你这个画到最高点的时候，你要往下推5、6、7、8、9、10你按照我这个方向去做数到一个30下到50下做完以后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如果你感觉做完以后还不舒服，你再拿吹风机对到这边就慢慢的扫2下
一般来说，这一套做完以后啊，大约也就是在5分钟左右。那么做完以后啊，这个额头上面啊，首先可能就会出汗啊，因为你只要这条经络一通，哎，你这个整个身体的气血循环啊，整体的代谢啊，都会有个极大的提高。额头微微出汗啊，后背出汗，甚至啊小腹里面像个火炉一样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如果你没有出现这些现象的话，也不用担心，你多做几次啊，你把这个给它打通了，那慢慢这个身上就会有一些现象了啊，就会很快的表述出来啊。所以这个方法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个自己在家做的一个小方法，非常的便捷，特别是冬天去做呢，就是说1分钱不花。而且呢，这个效率也大大的提升啊！而且每家每户啊也不用去购买什么器械啊，家家户户都有吹风机，所以非常的好啊，就分享给大家了。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长按视频下方的赞，给我一个超级赞。那我是大伟啊，大家没关注的点一下关注，每天都会分享一个啊对你有帮助的健康养生小视频啊，关注我啊不会吃亏。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近段时间收到不少粉丝的留言，有说到自己的胃啊经常不舒服，腹胀不消化，反酸胃痛，还有说自己多年的老胃病啊是犯了又治，治了又犯，各种治或者养的方法啊尝试了不少，还是难以断根，反反复复啊，非常烦恼。其实日常当中啊，大伟很理解患有胃病的困扰和遭罪，因为自己过去啊也被胃病折腾过好多年。那么关于胃病反复的顽固问题呢，之前也和大家一样非常的困惑，直到去年我有幸结识一位在胃肠调理方面有资深经验的老专家，热心指点后啊，才解开了自己对胃病多年的困惑。那么要真正的解决好胃病反复的长期困扰，我们到底要解决好哪个根源呢？以及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好呢？接下来我将耐心的给大家一一分享。不过本视频啊涉及专业知识，注定视频比较长，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完整的看完。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首先在这里我有个重要的健康提醒啊，就是日常当中啊，不少人胃病是犯了又治，治了又犯，平常啊就干脆忍着，每次等到实在难受了才配点药物啊缓解一下。大家这种观念啊可千万不能有，因为胃病和其他很多病一样，往往会越拖越严重，如浅表性胃炎啊、慢性胃炎，再到后面就变成了萎缩性胃炎。而且呢，如果胃不好，特别影响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和影响吸收啊，那导致了身体的营养不均衡，更会影响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问题。所以啊，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患了胃病啊，都要积极的重视和努力的解决好。那么在这里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我会患上胃病，而有些人却没有呢？其实只有大家能把这个关键的问题啊搞清楚，胃病反复的问题啊，其实就能迎刃而解了。相信大部分人日常都听过医嘱或者看过不少养胃的知识，胃不好啊，要少吃辛辣油炸对胃有刺激性的食物，那食物呢要卫生，或者啊多喝粥、喝酸奶啊、吃益生菌啊等等。当然这些方法啊对胃确实是有好处，但是为何日常中我们只要稍微一不注意，胃病还是又犯的呢？反而又有些人啊经常吃辛辣的食物啊，饮食也不太注意卫生，大吃大喝的人反而胃是健健康康的呢？其实这里的关键点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胃的抵抗力和胃动力啊，它之间啊是有差异的。所以呢，要真正的养好胃啊，我们就一定要抓住关键点，去提高我们胃的抵抗力和我们的胃动力。这里啊就出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提高我们胃的抵抗力和胃动力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核心点啊就是做好健脾。但凡肠胃不好的人啊，脾虚的问题才是真正的根源。中医名籍中重点就提到啊，脾为后天之本，运行水谷，化津液，讲的呢就是这个道理。当我们体内脾脏不好啊，脾虚的话呢，那么自然给予我们肠道提供的营养能量功能啊就会不足，从而导致我们的胃的抵抗力和胃动力啊下降，因此也就造成了胃病反复发作、久治难愈、长期的困扰。其实脾脏对于我们全身的健康啊都是极为重要的，比如很多人平时出现湿气重啊、易疲劳啊、肚子虚胖、脸色发黄、睡觉易流口水等等啊，这些都和脾虚的问题啊有着密切关联。那么关于如何健脾养胃和调理脾虚，真正实现从根源上面养好胃，在这里啊，大伟给大家分享推荐一种食材啊，对于我们的健脾养胃啊、调理脾虚的效果啊很不错。这种食材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山药。也许有些人啊会有疑问，自己也是经常吃山药，为什么没有感受到效果呢？这个问题啊，恰恰是我今天帮助大家另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其实日常生活中啊，大部分人在山药的正确
选材和吃法上往往搞错了。相信很多人啊在日常中都见过图中的3种山药，那么最上面呢叫做铁棍山药，中间呢叫做淮山药，最下面呢叫做菜山药。别看这3种啊都叫山药，但是背后的差别啊还是很大的。我先告诉大家结论，那么其中淮山药和铁棍山药啊都是达到中医入药标准的有效成分的。那么最下面的菜山药呢，相信大家都比较容易辨别，就是平常菜市场看到的那种又大又粗的山药，产量大，价格呢便宜，但是很多成分效果啊它达不到，往往啊作为一种普通的蔬菜去食用，所以呢又叫做菜山药。那么淮山药和铁棍山药又有什么区别呢？据名典记载呢，山药以荷兰怀庆者良，甘温性平，有健脾胃、益肾气、润皮毛、止泻痢等功效。那么古称河南怀庆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焦作，因为焦作啊地处黄河和太行山边上啊，特殊的土壤和环境当中种出的山药啊，又叫做淮山药。而铁棍山药呢，又被称之为淮山药当中的极品，又因铁棍山药含有对人体有益的丰富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表面看似铁锈色，故称为铁棍山药。据现代研究检测啊，铁棍山药中含有丰富的多重消化酶，帮助我们健脾养胃助消化，能够促进我们整个肠道的蠕动，以及山药中含有18种对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对于我们补肾益气、提高我们身体抵抗力啊，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所以呢，大家首先要正确的选对山药啊，才是非常关键的。怎么吃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呢？日常当中，我们多数人都是以炒菜啊、煲汤啊或者熬粥啊这样去吃，但是这样吃呢，并不能发挥出山药更好的功效。典籍当中啊就明确记载，山药啊属药食同源，但凡药食同源的食物啊，只有科学的定量、定期的服用啊，才能发挥出更好的帮助啊。那一般成年人每天要吃300克到500克的山药，也就是说是要吃半斤到1斤的量，才能带来良好的功效。不过每天吃这么多量的山药，很多人不仅啊容易吃腻，也很难坚持去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养生达人选择喝纯山药粉去代替吃山药的其中好处之一。这就是喝山药粉啊，能够定期定量去吃，特别的方便。因为吃那种经过提纯的山药呢，每天只需要吃30克，就相当于吃300到500克的一个山药。就像我和家里面人啊平常喝的这种纯铁棍山药粉，那么每天啊只需要泡水喝上这种2小袋，每小袋呢也刚好15克，就能够很方便啊做到定量服用的效果。而且呢，这种小袋装的山药粉啊，不管是上班还是外出，包里放上几小袋啊，携带也是非常的方便。另外，喝山药粉啊，比起吃山药还有2大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喝山药粉啊更加的便捷，早餐的时候啊喝一杯山药粉，或者肚子饿了以后啊喝一杯，一天只需2杯，健脾养胃啊又很方便。第2大好处呢，就是每次冲泡山药粉时啊，再适当的加一些，比如蜂蜜啊、奶粉啊，喝起来啊味道更佳，营养啊更丰富。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挑选好的山药粉，避免买到不正宗的山药粉。在这里啊，大伟也坚持的再给大家耐心的分享一下如何选购正宗的山药粉的专业辨别方法，就是观察山药粉的颜色。大家看到画面当中的3小堆山药粉，也是市面上面在卖的3种类型的不同品牌的山药粉。那么中间一堆呢，呈微黄色的是淮山药制成的山药粉，左边一堆呈小麦色的是铁棍山药制成的山药粉，右边一堆呈乳白色的是菜山药制成的山药粉。上面分享过了，其中淮山药和铁棍山药都是具有达到中医入药标准的营养成分，大家一定要注意看颜色。有条件的话呢，选择铁棍山药粉啊，效果当然是更好的。像我刚才手上拿出来给大家演示的山药粉啊，就是属于正宗的铁棍山药制成的山药粉，颜色呢当然也是小麦色的。不过正宗的纯铁棍山药的价格啊也比较贵，因为铁棍山药除了对生长土壤环境要求高以外，而且5年才能1根种啊，所以呢产量也是非常有限。当然它的功效和营养价值啊，自然也会比淮山药啊要高得多。但是有一点啊非常值得大家注意，就是因为菜山药制成的山药粉啊成本往往较低，所以呢个别不良商家往往会以次充好啊，拿菜山药粉啊去冒充铁棍山药粉进行低价销售。大家注意看颜色去辨别啊，以免选错。关于选择山药粉辨别方法呢，大家在选购当中啊特别要注意辨别，因为只有选对好的山药粉呢，才能够更好的健脾养胃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或者好的建议啊，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另外呢，再提醒大家一下，喝山药粉健脾养胃的期间啊，尽量不要去吃辛辣、生冷以及饮酒啊，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我们脾胃的一个调理效果。那今天的分享啊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认可大伟的部分，希望大家多多转发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有需要帮助的人，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大伟，谢谢大家。